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全球大量化。好，今天同样邀请到是我们最棒的嘉宾郭正亮老师，欢迎老师。好，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因为呢在现在这个当下，其实中东的局势一直都是蛮混乱的啊，特别是呢在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看，因为呢拜登他算是辛苦他了啦哦，因为呢，在外头有这个面对中东的战局，然后以加战争没有办法按下来，然后呢，乌克兰持续的还在打，那东西呢也还是必须要来稍微援助一下，但经济又不好。而另一个层面是什么？另一个层面是伊朗到底会不会就真的打起来了？现在呢，大家很担心，因为他必须要有所承诺。面对共和党的鹰派，大家都说打。但这打下去，他年底怎么选啊？等等，要好好来请教老师一下。那个部分是什么？是他的内部啊，内部因为呢，在德州这一边边境的部分，现在呢说去年1年好像进来美国大概有300万人，我有记错吗？这样人就是墨西哥的非法移民。那进到了这个美国境内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在讲啦，说300多万啊，对，那这个数字其实1年。真的是有点可怕，所以川普很生气。不是，那重点是2020，川普2019年才40万。不，重点是那些在等待合法移民的人更生气。我想说，我在这边辛勤的工作，我在这边等着抽签，我在这边努力在等绿卡，可是呢，好像民主党政府他现在对于这些非法移民非常非常的照顾。那大家开始在问了，到底美国现在他们所面临的，包括经济、包括治安、包括很多民生的议题，其实美国人他们心里头有没有一种被剥夺感？又或者是说，这些共和党在这一次的这一些移民问题上头，非法移民问题上头，会不会变成年底选战的一大问题？变成拜登的一大负担。好的，邀请亮哥好好来帮我们解析。不过呢，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午茶时间。那种假料啦，已经趁我刚刚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我准备的东西都吃光了。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呢，这个是水果特餐，有什么？来，这个呢是有樱桃，然后有柿饼，日本柿饼，然后呢还有荆棘。这个荆棘呢，听说皮很薄，洗干净连皮一起可以吃。你看它这一颗，有没有跟我的拇指一样大？非常非常的饱满。还有什么？还有这个亮哥最喜欢的苹果。来，亮哥，您刚刚吃的什么？您刚刚吃的樱条。吃的顺序很重要，是不是？苹果、樱桃，然后柿饼，然后不，柿饼最后吃。柿饼、苹果、樱桃、荆棘、柿饼。所以你是甜更甜，有点酸，然后甜，最后最甜，是这样子，是不是？可是它的，但是你酸放在中间，可是它的柿饼不会死甜，它的甜度刚刚好。你给加几粒啊？这个不，这个我已经吃过很多次了。好，我跟你讲你说柿饼，台湾的柿饼有时候就会死甜。对，它这几不能。我觉得它那个甜度就是让你吃不会觉得腻。你知道我意思？那会不会很硬？不会。因为我知道有一些柿饼是看它台湾，它就是没有台湾那么硬，也没有台湾那么死甜。这几部哪哪者我真的不知道，就是做得很好，是哈。对，日本人真的是有技术啦，有技术。来跟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就是刚刚亮哥这非常称赞的柿饼。好，柿饼呢，其实大家一定要知道，它就是称重在卖的。所以呢，现在我们要跟大家来推荐这个柿饼，我先咬一口给大家看。今天不会太硬，对不对？软的软的嘛，对不对？软的，而且不会死甜，你看看这个甜度是不是刚好？真的耶！吃的不会腻，对不对？它其实就跟新鲜柿饼有新鲜柿饼的口感存在，跟味道存在。对。然后它不会有那种，因为有一些柿饼我们比较怕的是那种甜渍的，因为你吃下去之后，你已经不知道它到底是水果甜还是它甜。感觉就是好像刚做好这样。对，刚风干完，然后保存的不会太干，然后里面其实你看咬下去之后，其实它这边都还有一些水分存在，所以其实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美味的。亲生富士苹果是我最常买的苹果。亲生，对，这个我知道。亮哥有跟我说，他每天都要吃苹果。这个苹果呢，吃起来就是烤的。来，先吃一个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属于脆的，非常脆，而且它也非常甜。我觉得它是蜜苹果类型，相当甜。它是蜜苹果啊？对啊，因为我已经买了5箱了，都在你们这里下定了。感谢亮哥，谢谢。电商同仁是不是要尖叫一下？不是啊，这苹果1个礼拜就吃1箱啦。好了，所以呢，这个好吃的水果要跟大家来推荐。今天这个水果为什么会有这么好吃呢？其实是因为
从这个我们的水果郎呢，基本上在台湾这边是已经卖到第3代了哈，他们是3代在经营的一个店家，直接做的就是进口水果，他们专做进口水果，他们强调他们进口水果就是从国外，然后直接冷链空运来台。你讲啦，你讲。那个就不要介绍。你讲你加油，拍摄哦。以这樱桃是洗选过的。哦，对。它颗粒比较大。对，而且它每一颗的大小是差不多的。所以就是要讲。无啦，我先甲讲嘛，嘿，咱这厂家哈，因为咱这个是这个水果郎啦，哈，这个樱桃呢，基本上它每一颗它都是洗选过，就像刚刚亮哥讲一样，你看它每一颗基本上品质都是非常非常好，而且大小呢，它是有挑过的，每一颗比较大之外，其实个头都是平均啊。我们最害怕就是有的买樱桃啊，上面那一层很大，下面那一层很小，这个就是个头平均的。你也买樱桃是不是？对啊。哦，樱桃你也吃就对了。是啊，樱桃可以补血啊。哦，你这是水果王对。樱桃我们通常都是买那个华盛顿州的嘛，贵是因为啦。是，这个是纽西兰的。以前呢，这个是纽西兰的品种，也是蛮好的。而且呢，在现在要跟大家来特别讲的是，过年的时候，当然这樱桃呢，它就会帮你取一个比较吉祥的名字啊，什么应有尽有啦，平安吉祥啊。因为这个苹果礼盒呢，除了有青森的蜜富士8颗之外，它中间搭的这个是鹿儿岛的荆棘，这个其实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水果，因为它本身的所以你4样是分开卖的啦。对，3样分开卖。这个是在中间一个礼盒哦，那个是荆棘了。对，中间有一个荆棘，然后呢，在这边是一个这个樱桃界 LV 的纽西兰大嘴巴樱桃，那这个呢基本上是免运的，而且现在因为我们买1300，它有折168，输入2024折168，所以这个算下来呢，其实它也是2300多，不到2400啦。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思考一下。那这个也是啊，它因为一满1300嘛，它就是现折168，所以算下来也是不到1800，所以大家可以来看看你需要的是什么啊。送礼的部分呢，其实我们蛮推荐的，我个人蛮推荐的啦，是这个柿饼因为柿饼其实真的好看嘛。然后呢，你看它不是好看而已。好看又好吃，特别好吃，特别好吃，而且它是日本有名就是柿饼嘛。那你看它这个每一个呢，其实都跟我的巴掌一样大。我现在拿的这个呢，基本上它还是稍稍比较小一点的哈，因为我刚刚知道的是刚下飞机的这一轮是重量比较重，每一个都比较大颗，会比我的手比下这个还要来的大，可能比我的手掌还要来的大。那呢，这个柿饼的部分有可能一盒是12个。或者是16个，它是称重卖，每一盒一定会有1公斤重。我们新竹苗栗那边也有卖柿饼，可是我觉得真的没有日本做的好吃。这个要学人家的技术。我是刚刚弄真好吃，不同的特色。不港型啦。那他们这个呢，基本上每一个都是有这么大哈，这个品质保证。希望大家呢就有需要常在吃水果的朋友，可以好好来参考一下。那当然哪里买就在聊天室里面哈，链接点下去之后，这家水果行，我们电商告诉我，因为同学开哈，好，他说呢，他从小看他同学吃好吃的水果，也吃了不少，他相信他们也是打包证。然后他们家的这个水果是真的有品质保证的，希望大家呢有需要过年过礼，不管是送礼或者是自用，其实都是很棒的。拜神明拜这啊，金价无行意，希望大家今年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了。感谢各位。好，回过头来，我们开始来讲。有啦，我要来开始讲啊，无我咱时间无够啊，我讲一点钟尔，袂使直直食啦。哎呀，直直够食嘛袂使，为什么啊？因为今麦有人食袂落去啊。拜登啊，拜登他现在为什么有点吃不下饭？因为他现在已经在今天告诉大家，也就是在这个之前28号的时候，他们美国纽约约旦这里的基地22号基地，他被人家给袭击之后，那他现在呢必须要有所回应，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就是伊朗他们所扶持的民兵组织来所干的。但是问题来了，第一，他为什么会飞进来？因为呢，很明显就被他锁定嘛，你这个地方已经被人家打了大概150多次快160次了。那为什么就这一次他是能够跟进来？而且据说呢，那当时的敌军的无人机是飞得特别慢，飞得特别低，可能呢有刻意的要绕过雷达，而且他就是等到你美军的无人机要飞回来的时候，我跟着你一起进来，所以人家是有备而来的，在清晨的时候来的，趁着你都在睡觉的时候来的，炸哪里？直接炸你的宿舍，让你根本要逃都逃不了。所以这一次的这个袭击是真的
死伤惨重哈，3位美军士兵死亡，然后呢有40多人受伤，所以身为3军统帅的拜登，你必须要有所作为，特别是共和党现在群起为之啊，说鹰派发言嘛，这样子如果你都还不反击，这样子如果你都还不有所作为的话，美国人被人家打假的吗？好，可是问题是对于拜登来说，他们都直接说打伊朗，对啊。打伊朗，共和党嘛，打伊朗，打伊朗，不然的话，因为那时候是伊朗啊，背后就是伊朗啊，很明确就是伊朗啊。那另一个部分呢，是被指责说有可能是这个所攻击的这个组织呢，它基本上叫做这个征服。他基本上在伊拉克的真主党，好，真主党呢，他现在说了，他是要暂停对美国的攻击啊。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要让伊拉克难做人，因为其实他领的还是伊拉克他们军方这边的薪水啦，所以呢，也不要让伊拉克觉得说为难。那美国现在的态度是什么？老师，你觉得他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他年底要选举，他如果真的打伊朗，我们大家上礼拜已经讲了嘛，不可能嘛，因为那会造成他整个区域性的战争，然后他造一个敌人没必要嘛。他的用词叫做 just tough enough policy， 刚好够硬，够硬，所以不要打伊朗，因为那个就太硬啊。可是问题是，你就打旁边的那些，旁边叫做每天都在打民兵代理人嘛，哈。对啊。那民兵代理人如果去打，弄算了啦，因为知道美国会打他们，打弄算了哈。那民兵代理人又太软，对，所以最可能打的就是中间。就是属于伊朗革命卫队，然后直接派来伊拉克跟叙利亚在做指导的军事顾问团，所以这个是穿制服的啦。我看得出来他是伊朗的军人，伊朗境外的，但是是境外的军人。对啊，可是代表伊朗的，因为那个民兵你不能够说那个就叫做伊朗啊，因为我有提供武器没错啊，可是他们在干嘛？我哪在？我怎么会知道？没通过我。比如说陈燕营水果都是我提供的，他拿水果去送人，我哪在上好像，对不对？所以伊朗也说他不知道，说这件事情跟他无关，所以坦白说也意味着伊朗不想跟美国大打嘛，不然他干嘛不说我干的，对不对？所以目前就是。美国就觉得说，如果又民兵出来担责任，那这样我是不是又被忽悠了啊？所以要往上打，可是往上又不能打到伊朗，所以就打中间的，叫做伊朗的，不是 tough enough，just tough enough。just tough enough。对，刚刚好够，刚刚好够硬。所以想来想去，大概就是打伊朗的军事顾问团。那事实上他在以前在叙利亚就打过了。对啊，有一个炸弹嘛，不是炸下来5个全死吗？是啊，已经打过了。他现在想的就是打这个了。可是问题是伊朗的军事顾问团人数没有很多了。那你看以色列打巴勒斯坦嘛，以色列死亡的1200个，对不对？对。巴勒斯坦现在死亡26000个，那这样是几倍？20吗？20倍。20对吗？对，那这次死3个，至少要死60个。对，就是说比例问题是不是？这个就是因为美国总统要回去说我干啦，我帮他们报仇啦，那适当比例是多少嘛？你如果只杀3个，美国人会觉得你有做吗？你知道我的意思？这就是霸权呐，霸权被一个小毛头戳了一下，对不对？而且他这次有点故意，因为他在深夜的时候打的。之前你不是说有攻击很多地方很多次吗？对啊，都没有死亡，对不对？100多次，150几次都没有人死，都没有对，他顶多就是脑震荡嘛，对不对？表示他被防御系统打掉嘛，或者是他没有正中要害了。那这次是深夜，然后又尾随你的无人机进来，然后我的无人机又充满炸药，而且直接掉进你的宿舍，很准。我觉得这个有点故意，就是要置人于死啊，要把事情闹大。这个就是你也不要这样解读啦，就是说他也火气很大了，因为他们也有死人嘛。
对，这个就好像你去看也门胡塞武装，他直接射美国的军舰呢，是，对不对？因为美国已经打胡塞武装打了10天了，连续打啊，那胡塞武装一定有伤亡嘛？那你本来说要打货轮啊，打英美的货轮，结果你现在连军舰你都敢打，那就是直接挑啦。是啊，那你去看阿拉伯有哪一个国家敢直接打美国的军舰嘛？这个不太可能嘛。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伊拉克的圣战组织啊，跟也门胡塞武装，他们有点真的是在生气了，就是说来拼啊，你以为我怕你是不是？那这个是小弟在生气，还是老大旨意在生气？不知道，因为老大旨意还是太严重。我知道，可是也有一些新闻传出来，而且是《纽约时报》啦，他们都在传递这个消息，说伊朗也在劝这些力量要节制这样。就他也不想闹大。现在就有点。伊朗也不想闹大，然后美国在选举嘛，选举你闹大你就完蛋了，因为你会无法结束啊，而且这个很麻烦，都是民兵干的，胡塞武装也是民兵啊，所以你不知道他在哪里啊，所以你要消灭他是很难的，因为它是分散式的，像细胞一样的组织嘛，它可能是小团体啊，那干了然后就散掉，那你也许打一个点。最多造成搞不好不到10个人死亡啊，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小团体的据点这样。他现在面对的敌人都是这一型。哈马斯也变成这样。哈马斯本来还有一些基地嘛，那可是以色列都轰掉了嘛，所以哈马斯现在也变成小团体作战。对，都变成游击战，就是我出来一定要打到东西，打完我就跑，所以你要怎么报复？所以。也有一个报道出来了，在讲以色列嘛，说以色列这样加沙打了半天，到底赢了没啦？结果 CIA 的人就去估计，说以色列大概只消灭到30%的哈马斯，对，大概是6000到9000人啊。那哈马斯估计有3-4万人呢，所以你打了半天，而且越来越难打因为越来越没有大的据点嘛，是散的那另外，以色列也碰到一个问题，就他打进去，一开始都是比较资深的、比较有经验的老兵嘛。对。那你10月7号打到现在，已经打很久了，已经打了3个月了。要轮替了吧？要轮调嘛，对不对？好，你这来行嘞，一轮调进来就是新兵，一下就被干掉了。你知道我的意思？而且他们就会没有走散开。结果就一锅被断掉，这样战略啦。所以最近死了很多人，以色列的军队。可是他们最近说要开始那个灌水啦。我今天看到，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很多次都在讨论说要不要灌水，要不要灌水。那个地道讲说要灌水啊，地道永远搞不完啊。我认为是啦，他是一直这样讲没有错，可是他都考到人质啊，因为人质也在地道里面啊。他现在手上大概还有120几个人质。对。所以现在在谈嘛，那哈马斯就说你撤军啊，我全放。对。那以色列说，那我是不是投降了？所以以色列现在是提2个月了。说停火2个月换全部的人质啊，那哈马斯拒绝。对啊。所以现在还是卡住啊。通常打仗是我会拒绝啊，我为什么停2个月？因为我没有筹码。对啊，没有筹码。我为什么要这样子？我要不是有那些人，你现在对我会客气吗？是啊，没有错啊。对啊，可是问题是以色列没有那些人早就灌水了啦。你现在他现在对以色列也蛮，以色列现在对哈马斯也蛮狠的像今天这个画面，其实在国际上面持续的在播放就是有几个人，然后他就穿的很像是这个护理师啊，或是医护人员的样子，冲到医院里头，只因为他带着枪冲进去，然后直接狙击了哈马斯。他说呢，在医院里面这几个人就是哈马斯的高级干部啊，主要组织分子啊，等等等。但是这样表示他有狙击手嘛？对，可是表示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因为你是在医院里头，其实蛮多人是会为之所诟病，因为他们每一次都讲说你们都藏在医院里头，然后医院里头其实有很多是真的伤患，所以他这一些举措会让很多
不管是同情巴勒斯坦的啊，或者是觉得说，哎，你对哈马斯会不会太过等等的人，大家会对他们会还是行动会有所质疑嘛？那可是这个战争到目前为止就是压不下来，就是压不下来，因为呢，以色列他们现在就是不退嘛，那打死不退，以色列不会撤军，有没有？纳塔尼亚胡再次强调不会撤军，不会撤军。那可是这个不会撤军。其实就是让周边的那一些民兵组织啊，或者是被美国视为恐怖分子的，越来都囧啊！而且我不知道这样子解读对不对。也门这边他们的那个胡塞组织，因为开始打红海嘛，狂轰嘛，轰到现在，也门这边的外交副部长也要去大陆这边啊，然后也要开始来协商什么的。那大家都在看他们，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伊拉克真主党，会不会越来越多？去中国大陆那个是胡塞的对手。对啊，是也门政府的副部长，对嘛？那他们希望就是一起，等于这个事情，那这个表示他有答应美国某些事嘛？对，所以这个外交部副部长才会去中国嘛？对。可是问题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让表示也门这个事件、红海事件，大家没办法解决，然后伊拉克真主党这边又开始起来，会不会？我的意思是，小弟们会不会越来越走极端路线？我觉得那个不一定你能控制呢。比如说我讲那个胡塞武装哈，胡塞武装事实上一开始是搞内部革命的，就是他要推翻也门政府啊。那也门政府这个就是1000年的政府，对啊，就是他是部落嘛，那就是酋长啊，类似这样啊。那他本来已经快打赢了他2014年就占领了沙那首都嘛，那结果美国就给武器给沙特阿拉伯，对，结果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就介入，所以内战打到现在打10年，那这里人间地狱的情况比巴勒斯坦还严重3000万人，有2000万人，就是有2000万人处于需要人道援助的程度了那有1200万人营养不良。死了38万人，70%是儿童，每一次都是这样，比巴勒斯坦还严重。我说那个，因为也门本来就是阿拉伯半岛最穷的地方那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也门它本来是在打内战，所以它已经打很久了。那因为伊朗跟沙特不好嘛，不同派，那胡塞武装刚好是什叶派。所以他是革命隔了一阵子才跟伊朗接上的，所以你不能够说他指挥得了胡塞武装就好比中共革命运动到了一定的，比如说井冈山延安那段就跟苏联没有关系你知道我的意思？前面那段有关系啦，那中间段可能就没关系了所以你说苏联可以指挥中共吗？也许我们说那个西安事变影响得到了可是平常的活动交战那怎么指挥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胡塞武装他在针对他自己有公布他的攻击的记录，你知道吗？对，他网站有公布。他目前他说他对红海做了16次攻击那以色列的货轮跟美国的货轮大概只有6次其他就是各国开往以色列的港口，大概是这样那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种攻击不可能是伊朗一个一个指挥的啦，对，不可能而且伊朗打军舰这种干一票大的这种，这个我无法判断可是因为伊朗距离也门蛮远的你去看那个地图它事实上距离有点距离，它旁边是那个安曼嘛，对不对？那阿曼再上去是卡达阿联酋所以事实上是有点距离啦，除非说他派出军事顾问团常驻所以我才会把它理解成，因为你炸我嘛，那你炸他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在这10年来，阿拉伯的联军在也门丢了几次炸弹，你知道吗？我看到统计，我差点昏倒了，24000次。哇，就是丢个弹，等于是24000枚炸弹这样丢所以才会造出那么多人道危机嘛那他也还在
而且首都还是占领着啊，沙那。这表示什么？这个就是有点类似，我是觉得，因为我去读那个也门胡塞的历史啊，我就觉得它真的很像中国共产党。就你越打越大啊。这倒是。就越打越大啦，就是他也许也透过一些什么社会改革啦，所以就吸引了更多农民投入啦。跟共产党很像嘛。你经过五次围剿，越搅越大啊，不是吗？有点类似啦。所以，我跟沙特阿拉伯都已经搞过10年的内战，然后他把我炸成这样，我还会怕你美国来炸10次啊？也是。你知道我的意思？他跟塔利班是完全相像的，也是部落组织。然后呢，你像那个也门的地形图，你就知道了。你登陆的时候是平原啊，那接下来就是高原，高地一下升到1000公尺，很高呢。而且接下来地形通通都是这种地形，一直蔓延到整个西部，就也门的西部。那个面积大概比台湾还大啦，就海岸线了。海岸线是平地，可是海岸线一进来一上去就往上，对，那就立刻攀到1000公尺这么高，所以几乎就是另外一个阿富汗嘛，就是你打我就躲在山谷里面啊，所以美国一定是判断过了，发现不能打了，不然怎么会也门内战打到现在还没打下来？是美国给武器。沙特阿拉伯跟阿联酋还有也门政府这样的联军打10年打不下来，所以美国是知道嘛，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打嘛，可是你只要地面部队没有办法完全把沙那攻克就是首都啦，它拥有的那个导弹，还有巡弋飞弹等等它的射程可以打到亚丁湾，对，所以我稍微后退一下。各个细胞组织散开，我照样打你啊！对，这没有用啊。他上次有在那个 X 上面画一个圆圈圈出来，就是他打的范围嘛。对，是啊，就是在涵盖亚丁湾，就是这样。就你想出就是出不去。对，所以除非你消灭它嘛，可是你没有办法消灭它，所以我跟你讲，有些这个就是民兵组织嘛，他是游击队，他在闹革命嘛那胡塞武装是比那个。你说那个伊拉克的那个顺尼圣战组织啊，那是他更有经验啦，因为连续打内战那顺尼那个圣战组织一样啊，就是你一打他就散掉。对啊，他的组织都跟以前那个宾拉登那个盖达一样啊，就是你找不到头啦。你知道我的意思？他就跟变形虫一样这样散开嘛。那你也许从里面砍一段，那这个变成一个小触角啊。那里面可能10几个人啊，那里面就有一个头这样，自己会长出一个对，你把它灭掉了，另外那个分散型的组织还是活得好好的，就是这样，就是它头会一直冒出来，各个分裂，因为它只是再连起来分裂，因为它只是在执行一个局部的战术嘛，对，所以不是很难不是很复杂的政治决策，也没有牵涉到。很远的战略啦，所以就是他一下就可以进行任务编组，自己又火起来了，这样就是这样啊。可是那现在美国变成说，他们内部他们自己也点名说，这个就是伊朗，然后背后就是伊朗，这个就是伊朗，就是伊朗介入。那我跟你讲啊，我举个例子告诉你，你就知道不是这样了。比如说哈马斯啦，哈马斯他们也说武器是伊朗提供的啊。对啊，那请问钱是谁给的？卡达给的。对，卡达的金主，平均1年给3000万美金，对不对？那为什么卡达会给这个钱？简单讲就是说，阿拉伯半岛有一些国家是很富的啦，所以就会有个别很有钱的人嘛。那他是激进派啊，宾拉登也很有钱啊，就是他们看不下去嘛，觉得以色列就是可恶嘛，美国可恶嘛。所以我就愿意给这种敢拼命的小弟钱让他来搞你嘛，所以他背后的资源你就很难说伊朗跟他是什么关系了。你可以说是军火的关系，这我同意。可是我不认为是到达所谓军事指挥的关系了。可能是我缺武器，我就跟你买。那你大哥提供嘛？我有钱。
因为钱不是伊朗给的。对啊，我从阿拉伯半岛想办法弄到钱，就买你的武器。哎，所以我跟你的关系事实上可能是买卖关系啊，不一定是我们所谓的培训啦、指挥啦、组织啦。这个关系，那个黎巴嫩真主党就比较像，那个就是真的伊朗养出来的，所以黎巴嫩真主党会完全听伊朗的指示，可是伊拉克你也知道嘛，本来有一个圣城旅嘛，对，英文叫 QUD 嘛，苏莱曼尼死了啊，那现在这个叫顺尼圣战组织啊，它又不是圣城旅，它不是圣城旅啊。所以他并不能够直接说就是伊朗指挥的，就是这样啊。但就美国来说，不管啦，因为比如说像拜登他讲的，就是伊朗要他必须这样，他就是得这样子，他必须这样，因为共和党，因为武器真的是伊朗的，对啊，可是共和党就是抓住了这件事情，他就是说，那你到底要不要打？你敢不敢打？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对于这个叫做坐着不怕腰疼啊，对，不是你在排。又不是你执政，你也可以说那个就是政治上面的攻防了啦。又不是你执政，那个说那就是政治上面的攻防了嘛。那我就问嘛，那你觉得说那现在拜登该怎么办呢？因为很明确的就是，其实他一直想瞧，他一直也希望卡达你帮我瞧一下，不要再打了，至少让他们有一下。没有办法瞧这里，卡达是瞧哈马斯。对啊，他就是说，因为这个联动嘛，其实你哈马斯以加那边加沙走廊，如果稍稍的停一下、缓一下，这边你就可以跟他讲说，你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包括了。那我哈马斯缓2个月，我人质都还哦。你那我那2个月以后我怎么办？可是看以色列也在瞧啊呗啊，可是按那叫来瞧啊，可是你自己这边又瞧不动，然后你这边又压不下来，然后你国内又叫你说你赶快打，你不敢打。那怎么办？现在拜登到底怎么办？以色列的条件可能很简单啦，就是说，哈马斯你可以搬家，去哪都好，不要在这里就好。不要在这里，对。那你觉得这拜登有点难呢？我跟你讲啊，那个纳坦雅胡，我昨天才知道他有这种内部压力。以色列内部的极右翼啊，他们都是信那个 Rabbi 嘛，就是那个他们的牧师啊。现在有人到加沙再传一个道，说要改造加沙城，那个 Gaza City 啊，那是在北部了北边的。说我们要改造加沙 City 成为一个科技城，只有以色列人可以住。那我们要让它彻底改造加沙城，成为人间天堂，那变成新的以色列屯垦区。这个主张已经出现了，这个是上个礼拜才开始出现。就是以色列人已经有一大群极右翼了，那他们那天聚会好大，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进来，我们不会走，那我们要把巴勒斯坦人赶走，就这意思啊。这跟完全讲的都不一样呢。这不是纳坦雅胡讲的嘛？我知道，就是民间的运动已经开始了，可是他背后是有支持的政党的，肯定是啊，就屯垦区的党嘛。那拜登一定反对嘛？可是这个力量已经掐住纳坦雅胡啊，就他们事实上真的就是有一股力量要把加沙当作新的领土了，真的是这样了。那现在已经浮现了。你确定是掐住纳塔尼亚胡，不是帮助纳塔尼亚胡？我觉得就内部政治上是帮他啦，就让他战争不能停止嘛，一定要把巴勒斯坦人都赶走为止嘛。可是这个国际社会不可能接受了。这完全违反国际法，可是他就明目张胆这样搞啊！然后我好像是华盛顿邮报吧，华盛顿邮报去现场拍，一大堆照片都跑出来了。就是非常盛况空前。就是那个 Rabbi 在那边演讲，然后他变成以色列屯垦区的英雄啊，就是他要扩张屯垦区，然后说要把这个新的梦想带到加沙 City， 那前提就是他叫做 A New City Without Palestinian， 那口号就真的这样讲，在加沙走了，without Palestinian， 他就公开这样讲。这真的是这样，你敢好？你敢好？我这个绝对不可能，一开始一定是说全世界都给你反对了，一定是这样了。但是问题是，可是他会得到很多支持。
到目前为止打了3个月了，那再这样下去的话，我看搞个到选前都搞不完。那拜登他现在在中东，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啊，还有一种说法已经传出来了，说纳坦雅胡事实上认为拜登一定会输，所以他就是要撑到11月选后，川普就来了。川普是他的好朋友，对，他就在等这一天，所以他认为他只要再撑4个月就好了。这就是另一个阴谋讲法。不是阴谋讲法，是公开的。所以他才说以色列可能还要打1年，就是这个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川爷就来了。毕竟当年承认啊，什么就是以色列的啦，我跟你保证哈，前任是首都啦，全部都是川普啊。我跟你保证，川普一定出兵。对。一定直接出兵啊！我相信。是啊，就是这样啊。我相信他是川普吗？是嘛，就是这样嘛。所以我认为他就在等拜登输了。等拜登输，赌拜登输。哎，当然啦。甚或他也许看到现在中东烧成这样，拜登瞧不拢，他觉得我跟你讲，这个搞不好还导致犹太人的投票分裂，因为犹太人本来是比较偏民主党的。对。啊，可是他们现在搞不好现在发现我们的祖国以色列恐怕要川普上来才能够得到解救，这种声音搞不好会出来。哇，那这个就一乱就要乱到年底了，这就看起来，所以我跟你讲，中东到年底不会停，就说这个事情会联动到美国的选举了。对啊，那他们已经开始批评拜登就是犹豫不决嘛。是啊，懦弱、无能这种词都出来了。是啊，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川普在骂他的语言啊。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冲突啊，川普都是第一时间跳出来骂拜登。比如说德州也是嘛，川普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说：“我派兵去支持德州啊，怎么可以反对德州啊？”就这样啊，因为他是共和党嘛。那以色列也一样，共和党就是认为说，第一时间美国就要介入，把哈马斯给灭了。结果你拜登没有嘛，你没有出兵嘛，结果就让以色列自己在那边打嘛，那事实证明以色列也没有那么强啦，说实在啦，就是这样。但就是这一场仗，如果真的就是像刚刚亮哥所分析的，各方各有他们各自的盘算，然后各自的等待，对，那就是继续耗下去。可是中东局势再这样耗下去，所以你如果是会不会是只有这几个我们刚刚讲的伊拉克真主啊，或者是这个也门胡塞啊，只有这几个，我觉得会越来越多呢。我跟你讲啊，会长出很多呢。我跟你讲啦，你现在即使去炸了他们做报复，对不对？为了对美国人民交代，是不是？我认为他们一定回首。对啊，他们不会停的啦。他们怎么可能认输？是对不对？所以我们假设啦，他去炸了这个伊拉克的顺尼圣战组织了，你炸了我哈，他一定报仇的啦。你炸哪里都一样，炸胡塞武装他也是报仇。而且你的美军基地就在那边，我就是继续在攻啊。我跟你讲啊，事实上现在这些代理人啊，就是阿拉伯半岛的实业代理人。就我们广义讲叫做实业之湖啦，对，这个湖线上，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到黎巴嫩嘛，对不对？然后到也门啊，他们现在的战术目标啦，我们不要讲战略了，战略当然就是以问题要彻底解决嘛，这个一时不可能解决了。他们现在的战略目标就是，你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2500人，还有叙利亚的驻军900人，你们给我滚蛋啊！下面这边来 push 上面那边，整个变成一个集团上面的。伊拉克就是要逼你走啊！对，因为伊拉克政府已经要求美国军队离开。是。那坦白讲，这个就跟那个马尔代夫一样嘛。马尔代夫不是请印度军队离开吗？还没走。他在那边拖了，可是你没有正当性留下来。因为当地政府已经叫你走了啊。那伊拉克政府是什叶派，他已经跟美国讲了，说请你离开。那美国已经同意要离开了，他只是在那边拖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伊拉克这2500个离开啊，你叙利亚那900个绝对守不住。是啊，那个900个给人家占据一个油田，你知道吗？他每天给人家偷搬油啊！有人计算了，说10几年来大概赚了1000亿美元这样啊。那这个是联动的，可是美国的痛苦就在啊。他在
非什叶地区就是逊尼派的地盘，美国的美军基地有将近5万人啊，是，那个是没问题的，没有人敢打那边啊。可是你在什叶派的地盘里面，你留了一个2500加900，你这个当然一天到晚被攻击嘛。对，你等于是在什叶派的地盘里面，你基地还不撤啊？是，你怎么可以不撤？所以这次这个套尔22被攻击，这个基地实际上一般人不知道，一定是伊拉克的一些圣战组织慢慢摸出来的，就觉得这个建筑很奇怪。那后来证明里面有350个人，这算蛮多的，这是空军的单位啊。那它设在那边就是无人机的大本营，有点就是前导的那个概念。对，它随时支援要打叙利亚，因为它另一个离它非常非常近。是啊，对，就是这样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战组织故意炸死人哦，我认为他是故意的，就是他战术目标就是说你们该走了吧，不然以后可能都要死人哦。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吧？就是说你们这些人不该留在这里嘛，这里是我们的地盘啊，你们应该过去卡达啊、科威特啊、沙烏地阿拉伯啊，你们应该过去那边嘛，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呢？这里是我们什叶派的地盘啊。我觉得这一次的用意应该是这个啦，就要逼他离开啦，清场就对了啦。对，而且这个清场计划，事实上美国已经，至少美国内部有些人认为应该清场。哦，美国内部有人觉得不要在那边耗了，没有意义啊。请问你要打哪里啊？好像他在那边他还守不住什么东西，偷搬人家油啊。不，那是叙利亚嘛。我问你，伊拉克的2500人要干什么嘛？因为人家已经是民选政府了。对啊，已经不是萨达姆胡塞了。也被他解决啦。对吧？选出来之后是什叶派政府嘛，你不能不承认啊。对啊，因为人家是民选的。对啊。那除非你证明啊，说他跟伊朗有勾结啊，没有嘛？事实上没有嘛，是伊朗支持一些民兵嘛。那他支持民兵的原因，搞不好就是因为你美国在这里啊，你懂我的意思？所以搞不好你美国离开这个民兵组织就没得玩了啦。他要打谁？他没有必要在伊拉克啊。所以逐渐就有人开始有这种思维了。你如果说是在叙利亚，还有一点道理，因为叙利亚还有伊斯兰国，是对不对？那还有一点点道理啊。可是事实上，反伊斯兰国的也包括阿塞德政府啊，对啊，叙利亚政府也在反啊，所以也不一定需要你啊。而且反伊斯兰国的也有俄罗斯啊。不需要你美国啊，而且今天这个伊拉克真主这个其实也反伊斯兰国啊，是啊，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反伊斯兰国，因为他们跟叙利亚是串在一起的。对啊，那现在就是因为伊斯兰国是逊尼派嘛，所以这里事实上传统上叙利亚是俄罗斯的地盘呐，不是你美国的地盘，你是趁着剿灭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你去挺库德族嘛，然后就给人家搞到现在900人还不走嘛。然后还给他占了一个油田嘛，对不对？这个本来就没有正当性嘛，你怎么可以不离开呢？对不对？你战争现在有别人在处理啊，有叙利亚政府在处理啊，有俄罗斯在协助啊，那这里不是你美国的地盘啊，你为什么不走？所以因为你不走嘛，所以你常常被攻击嘛。听起来像活该。本来就是啊，这不是你的地方，你本来待在这里，你当然会被打到啊。这个其实也没什么稀奇啦。你如果说你说菲律宾一天到晚都来闹仁爱礁，你怎么不会被打？这不同一个逻辑嘛。这个逻辑其实在国际间呢，就是你不要一直弄人家，你一直督人家，人家一定会反击。为什么一直督很烦啊，也会痛啊？因为那是人家的地盘，因为那个是我家啊，你一直在这边督，你一天到晚来这边乱啊。那可是问题是，请教亮哥，那他们美国一直被督，那为什么拜登也不讲话？你怎么样来看德州这个事件？因为现在一直有一个讲啦，就是说那个 Civil War 这个字呢，现在在网站上又开始热起来了，原因是因为已经将近4月26号有电影要上映，就叫 Civil War。
但是不是那个原因啦。可是有德州，对啦，但是问题是德州联合加州。但是问题是，现在这个70年，然后大家开始在讲边境问题，现在又再来了。而且这次红色标起来的，其实就是共和党他们这几个州。你可以发现，其实共和党这几个德州在这里啦。那这几个州，他们其实蛮多都是邻边界的，所以他们就开始在讲了嘛。那你现在不处理，你现在是要把问题全部你的。吸纳这一些非法移民的政策啊，你民主党人很好啊，很大爱啊，可是真的在承担的是这一些共和党的州长们，那当然不开心嘛，所以当然就是群起而为之，说你得要处理，你为什么不处理？联邦政府你有义务来保护我们，可是我们感受不到你的保护，那这一局又该怎么办？我跟你讲哦，这个是拜登自己捅的马蜂窝啦，因为反移民。跟边界管制这个是共和党的共同诉求嘛，而且是混杂了很多情感在里面的啊。你刚刚讲的只是移民管制这个层次了，对，事实上还有更深的层次了啊，就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他们都是 Hispanic， 他们不是白人 ，OK， 好，这跟种族有点关系了。事实上就是种族，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一个数字，你大概就懂了啦。2010年，美国的纯白人啊，大概是64%。好，那63%左右哈。那2010年，那到了2022年，现在是58%。那他们人口普查局有推算，因为你知道啊，那个 Hispanic 就拉丁裔的哈，他们是天主教，那保守的天主教是不能避孕的。是。然后他们又很重家庭嘛，是，所以他不会像非洲裔这样有很多年轻就犯罪，还有吸毒啦，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他们家庭跟社区都守得比较稳，那往往一个家庭就生一堆了啊。这个人口普查局的估算是到2042年，白人会低于一半，被稀释掉就是了。那低于一半是什么意思呢？低于一半就意味着。掌握少数族群联盟的政党就会执政嘛，那这个党刚好叫民主党，所以这个是违反共和党的选举利益，这是第一个啊。那另外一个就是种族纯粹的问题，这也包括文化了啊。因为美国的联邦政府是没有规定招牌要写英文，哦对，所以呢，这 Hispanic 是最严重，坦白讲，唐人街也很严重啊。就你就去唐人街，就整个都是中文啊，没有英文嘛，对不对啊？那可是唐人街毕竟只有几个 block 而已嘛，没那么多人、啊。Hispanic 是整个烫，整个烫，就这样，就跟慢开啊。德州、佛罗里达、加州现在已经严重到美国有一大堆地方根本没有英文，就是根本就是 Spanish town， 而且通通都是讲西班牙文啊。那这个违反的，所以就有一些反动嘛，就是白人啊，就提出 English as the only language movement， 哇，有这种运动哦，真的、哦，英语作为唯一语言运动，对，哦，他们非常生气，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当年美国把墨西哥的领土给吃下来，现在是你们倒过来吃美国这样啊。那是用非法移民的方式，这样一个一个吃掉，这样啊。那还有第三个，这个是川普发明的。川普2016搞不好就这样当选了。他说这些有色人种都抢走我们的工作。他2016那个时候，其实某一个层面，他其实就是这个方式啊。是不是这样选的？我跟你讲啊，他是怎么弄的呢？比如说宾州，我们讲那个铁锈区了啊，就本来那个叫中下层的劳工白人阶级啦。白人的劳工阶级啊，川普就用这样去煽动他们本来都是民主党的铁票，是，然后川普就用这样去煽动他说，你们的工作都被非法移民抢走了，结果有些人真的被打动，所以就产生了这个低阶层白人劳工阶级的激进运动，那很多都跟福音派结合啦，然后跟种族纯粹、白人至上的优越主义结合啦，这是川普在搞的事嘛。是。那当然，他还外溢到
要驱逐穆斯林嘛，不是吗？对，这是广义的哈，他倒没有讲到亚裔了哈。这个部分他是还好，还是生意人。他主要就是还是讲非法移民，对，中南美洲嘛，对，然后跟那个穆斯林，他就讲这两个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复杂了，而且他用数字来对比啊，也很有正当性。因为川普卸任的前一年，就2019年，美国的非法移民只有40万，那去年2023 240万，这个太明显的啦啊。那进来之后还会有一些状况，比如说吃掉福利预算啊，那第二个就是治安嘛，对，总是会有犯罪的问题嘛啊。那进来又都是中下阶层，那一定是支持民主党嘛。那民主党一天3不5时就给你搞特色啊，就所有的人都变成公民这样啊。所以共和党的人是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就觉得这够了吧？你搞社会福利啊，养这些中下阶层的非法移民，然后时间一到都变成公民，那都变成你的票，有人这样搞的吗？然后你摆明了就要把美国变成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的联合国嘛，民主大熔炉。哎，是啊，然后对不对？共和党就觉得这个对他是很不利的啦。然后他们有一些统计数字，事实上我为这个问题我也去调查了一些事了啊。这个进来的美国的那个 foreign born 啊，在海外出生的人有4000多万人，那里面有1000多万是非法移民，然后这1000多万非法移民里面哈，有将近60%是中南美的，60%是中南美洲来的哈。那中南美洲里面呢，有44%是墨西哥来的。哦，你大概这样大概就知道它的这个程度了啊。那所以他们当然就觉得这个要把它挡起来啊。我讲那个人口比你就知道了啦。非洲裔啊，2010年占12.3%，对，到了2022年只有12.6%，12年只成长了0.3%。这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蛮不寻常的数字。就是因为非洲裔的人，很多人年轻人就被抓去关，很多就被打死了。OK， 所以他总的生育率就是很低啦，比较低啦啊。那他也没有移民啊，非洲人没有能力移民啊，对不对？亚裔的人口大概从4点几增加到6点几，亚裔啦，Hispanic， 我跟你讲 Hispanic 啊 ，Hispanic 大概从16成长到20，所以他现在是美国第2大人口，已经变第2大人口了。对，而且他也有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对，他事实上中高阶跟中下层分开蛮明显的啦。那非法移民几乎都是中下层的。是啊。那如果是中高阶就不一定支持民主党，可是中下层几乎一面倒了。那我就问了，那如果是这样子下来的话，今年选举的时候，你觉得到底它的重点会是什么？因为重点现在就变成外交它搞不定嘛，然后内政的问题它好像也搞不定。不是，他没有一议题搞得定。你应该这样说，他有搞得定了吗？对啊，然后现在基本没有，现在又开始讲要跟习近平又要通电话了啊！每次呢，只要是有点搞不定的时候，说来通电话，来通电话，还早了，还3月还早，但问题就是搞不好习近平也看衰他。习近平那是不跟他讲电话啊？不跟他讲电话。你认为赖清德会跟拜登好吗？搞不好赖清德也预期他快下台了。毕竟之前他们好像比较跟川普熟一点点，是不是？我如果是拜登，我一定观望一下。我如果是习近平啊，连那台雅虎都在观望你要下台了，何况是我？连你的坚定盟友、你的好兄弟都说：“我们再看看，也许我再撑个10个月会换人。”这非常合理啊。那他现在到底还什么能救他？因为他现在，我今天看到一个他想要寻求支援的是泰勒斯，泰勒斯在上议会挺他，然后呢，现在共和党就说他们对泰勒斯这一战叫圣战，我以一件圣战来形容，因为泰勒斯有的是非常厉害的年轻族群影响。不啦，我跟你讲啊，
好莱坞本来就大部分都挺民主党啦，这个是啦，对，泰勒斯也是好莱坞嘛，是啦，真正挺民主党最用力的是欧普拉啦，是啦，尤其是奥巴马那一次啦，对不对？人家说 Opera for American President， 欧普拉很适合当总统。这个泰勒斯这个只是站台而已啦。但这一次应该会有这么多人 endorse 他吗？就是在他这样子的一个风雨飘摇当中，不跟泰勒斯，当然那个歌坛他是 number one 啦。可是我的意思是说，跟他同级的好莱坞的演员很多啦，对啊，都是支持民主党的啦。但这次还会有这么多人 endorse 吗？你觉得？我认为还是会是民主党的问题，还是不是拜登。不是拜登的问题，是民主党的问题，所以他是为这个政党，因为他是 anti-Trump。我跟你讲，好莱坞就是支持多元文化的啦，是啊，那反对言论压抑嘛，对，那这个绝对跟川普是不同调的，他就自由惯了，而且坦白讲也包括药物使用啦，反正他们就是不要被人家管啦，那不要被人家管，基本上会偏民主党嘛，就反正他是 anti-Trump， 他可能 more anti-Trump， 就 much more anti-Trump， 不是因为喜欢拜登，不是，事实上这次选举选到最后，如果对拜登比较有利的选法，就是来比赛 anti-Trump 跟 anti-Biden 哪一边比较多，而不是来比喜欢拜登跟喜欢 Trump。所以这次他应该要操作仇恨，要倒过来，所以今年选举会非常 dirty。因为都在打负面选举。我跟你讲，今年如果你打喜欢川普、喜欢拜登，那这样子你不一定会赢。可是打不喜欢川普、不喜欢拜登，仇恨值，你还有机会，因为川普就是一个狂妄、常常会胡说八道的人嘛。那他要去制造对他的仇恨比较容易。那拜登是笨嘛、无能嘛，就那个蠢样嘛，对不对？那这个你也可以 anti 他，可是因为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制度啦，对，所以人家不会觉得这样子会大乱啦，至少你那个体系还是可以运作嘛，可是川普这狂人进来他自己要做决策，这不得了。我甚至有听到人家说，他当总统之后就会退出北约。我们为什么要跟北约他们走在一起？我们为什么要去帮忙他们？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在那个地方？已经开始有这个声音出来了。第一个动作倒不是退出北约了，而是结束乌克兰战争了。这是一定的啦。对啦，那你怎么样来看？这今年呢，这个2024年，目前今年要选举嘛？那今天开始在讲啦，比如说拜登说习近平有跟他承诺啊，不会来干预选举啊。苏立文上个礼拜啊，在这个泰国这边跟王毅会谈的时候，其实也有讲到类似的点，然后也有当然谈到了红海这一些的议题。你怎么样来看跟中方的一些互动？因为现在传出他们也开始在查中方的一些中企企业，说你们是不是有逃漏税啦？你们是不是有违反我们的美国政府规定啊？等等等。那可是，一方面芬太尼的谈判，这个对他选举可能是有帮助的，要开始恢复。然后呢，这个有很多的商业上面的合作对话要开始恢复。你觉得那个氛围会是什么？在中国现在最近陆续表达几个善意，大家都看到了嘛。第一个是芬太尼合作已经开始了然后美债买了124亿，对不对？然后这个大豆也开始买了，虽然买的量很少然后还有美国有2个州有60个市长去访问中国所以事实上。那个习近平讲了说，合作在民间合作在人民已经开始了我觉得中国这方面一定会信守承诺了，因为他也希望中美关系不要乱美国的话，科技战不会停这没有办法，因为共和党更凶，所以我认为科技战、贸易战的东西无解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最近在批戴奇嘛，对，这戴奇一点能力都没有，不是吗？那贸易部门已经有6个官员离职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战、科技战，我估计都不会放缓那等于就是中国大陆就是觉得说反正我就是跟你稳住关系啦，因为最近连那个 Max 波音那个737都飞到广州了，不是吗？所以大部分都是。这种
小项目上的一些善意的表达啦。那至于你说政治性的啊，说什么？你不要借选啊，那个你太高估中国了啦。中国怎么有能力借选美国了？拜托好不好？你们好多骇客组织啊，都入侵了我们的基础设施。我跟你讲，他没有那种英语的能力啦。你如果讲俄罗斯，我还相信啊。俄罗斯确实有能力介入很多国家的选举，因为俄罗斯人会欧洲语言的，会英文的非常的多。是，这跟中国完全不一样啦。中国也许可以影响华人投票啦。那美国的华人也大概只有最多500万人吧，那也有限啦啊。那所以我觉得今年选举，我感觉中国大陆应该会是，反正我就看你们选吧。不会是主要影响因素，但是有可能会被拿出来作为炒作的因素。对，可是必然是反中啦。因为两边在比赛反中，两边都在反中嘛。那共和党会非常疯啦。什么离谱的议题他都敢提出啦啊！比如说最近共和党众议员就推了一个案啊，结果被拜登否决哦，说美国所有的电动装都要买 Made in China、Made in America。对，这根本不可能嘛！你这样你就不用做了嘛，对不对？你电动装多贵啊，美国的成本。那共和党现在就是会搞些有的没的啦，什么 Buy America 啦，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啊。可是我认为，拜登基本上还是执政者嘛，他还是要按照要遵守一定的现实啦，有一定现实的条件的，对啊。那所以你觉得会不会影响到台海嘞？会，怎么样来看？会，怎么办？他在乌克兰、红海还有加沙3个战争、3个战乱啊。都还没有平息之前，他绝对不希望台湾有变数。所以就是共管了。有人说已经到了共商的阶段了啊，我认为还没有到了。可是北京，你看这次王毅跟苏立文见面，北京的用语是富有成果。那北京想要的议题当然是台湾问题啊，那美国是红海议题啊，对不对？那美国是说建设性。对，他还没讲到富有成果，那中国直接讲台湾议题，他是觉得富有成果，所以我认为美国一定有同意一些事情。毕竟苏立文他自己也讲了，这次选举期间没有爆发重大事件，其实就是华府、北京、台北，他们彼此之间呢都在减少沟通啊、失误啊、误解啊这一些层面嘛。那这个部分台海要稳定，大家希望彼此要有善意。那你怎么样来看最新的这个 M503航线？这个就是又取消一个让利嘛。对啊，因为那个时候在马政府时期，那个时候跟他讲不要啊，后来他们确实就开始有一些转圜，那现在这些转圜通通不见了。这个在国际民航组织是完全报备的，是中国大陆没有执行。他当初就是往西偏6公里嘛，就表示说好了，我跟中线保持更远的距离。表达对马英九的善意嘛，而且从西往东就是这2条都没有启用，这2条都没有，没有启用，这2条都没有。事实上 ICAO 早就有了，所以事实上他现在就是一切都公事公办。我已经得到国际民航组织我可以做的事情，我就照做了，我不管你的感受了。所以这个你可以说是他的又收回一项让利，所以这个就是另一个举措，就是对待金德啊，就是我收回了，我又不会再偏6公里了。那我那个西到东那2条航线我照开了，就按照我在国际民航组织的规定嘛，事实上，如果西到东航线可以开台湾到厦门一下就到了。对啊，就不用绕一下。对啊，事实上我朋友跟我讲过了，说两岸直航如果都不考虑安全因素那台湾飞到厦门比飞到高雄还快。哦，真的对，因为顺风。风向的问题。对，顺风。对，而且都是海上。是。就没有那个高山，有没有？所以他一起飞就可以加速。然后他说他是跟我夸张的讲，那是一个机长跟我讲嘛，
他说你一加速，有时候不小心就过头了。近成这样就对了，对，非常近，油门还不能踩太快就对了，非常非常的近。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因为现在变成王国材台湾的交通部长直接讲嘛，说就让国安单位去协调，国安单位去处理，统一来办理。怎么协调？他不会理你啊，因为他在 ICAO 国际民航组织已经登记了，他只是没有执行。先前一直礼让你，对，是让你，对，我让着你，对，现在我不再让你。而且对不起，你不是国际民航组织的成员，那是联合国周边组织，所以你连发言都没有空间。那所以他当初画这个线，报到国际民航组织，国际民航组织看的因素只有安全问题，这个就符合安全问题，他就过了。他不会去 care 说你有没有得到台湾同意，没有。有没有国安问题？没有，不是安全问题。安全问题，安全是指飞行的安全问题。国安问题随便你定义的啦。我们在讲飞航安全，那是有客观分析的。国安问题你随便你讲啊。可是他这样军机，他们就讲说这样很容易误判呐，然后很容易呢，就是彼此之间那个距离。那个就跟民航的这个部分就没有关系了。没有关系，你飞机不会撞到啊，不会啊。是可以管理的那至于国安，有的人识别区画了一大块，根本没有在执行所以那随便你讲嘛，对啊。反正不让了就是不让了，所以你的预判就是这个可能只是今年是第几件啦？第2件了，对不对？就是诺鲁断交嘛，然后接下来就是 M503 取消嘛，对，第2件嘛，那就是让利拿回去了嘛。那再来可能会有第3件，还有那个第一波的贸易壁垒调查第一波那个是已经算2023了，2023啦，对，所以我讲2024的话，这是第2件，对，所以它就是慢慢来，今年还没有过到520，有点漫长。第3件可能是图瓦鲁了，注意一下吧。这个确实有可能好，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是这样？这个其实，在目前整个太平洋区，另一个点是南海很快的请教老师，你觉得菲律宾会怎么样？他现在跟不会啊，他不能怎么样，他没有实力啊。对，但是他有没有可能换人啊？他总统刚新任期是5年呢。对，你怎么换？也不会可能会有任何的变动，这只有内部政治斗争，逼你在某些政策做调整只能这样了。只能彼此较劲，没有人的问题了，不是取决于菲律宾自己的内部，内政，因为现在杜特地已经跟他翻脸了啦，是，所以我们就看菲律宾内部的政情会怎么走吧。但是在国际上头，即便说呢，他已经跟越南这边他们签署了一些就是法律上的南海安全协议，但那一些可是那个你不能说是针对中国啦，因为越南也不会这样搞啦。越南他应该不会这样子说啦。好，所以到目前为止，他到底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处境？后续基本上呢，中国海警现在已经直接讲了，就是你如果怎么来，我就怎么去，一切依法办理，然后不会让然后也不会退。那你是军的来，我就是军的会回去，所以有什么我们就回什么，就是对等的来处理。那在台湾这边呢，刚刚也听到亮哥讲了，就是在台海的这一块。520有点漫长，今年呢才2月还没过完，已经2件事情了。那有没有可能在春节的时候应该会休一下吧？我不知道。对不起啊，别的国家没有在过春节啊。图瓦鲁有春节吗？不是嘛，都是华人世界就是过春节啊。是不是？是应该休一下吧？应该吧，休没几天了，大陆好像连除夕都没放假。大陆除夕是对，大陆除夕是弹性休假，这点倒是。所以才休5天而已。好，不知道这个局势在今年甲辰年，我又想起了他那个推背图甲辰年Bumpy and Rocky 今年会是这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希望大家呢在。整个龙年都能够事事顺心啦。我们下礼拜还有好运龙来啦，哈！下礼拜还有节目。我们呢会有过年，然后希望呢在剪辑当中会变成存档节目，来电视上面播放，送给大家，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增长一点。今天是31号嘛？对。
那下次节目是2月，我们预录，所以明天礼拜4中午12点半播。OK， 好，所以呢，非常感谢大家。不过过年时间最重要的还是伴手礼了，IY 的伴来点带来，还是请大家呢好好的来看一下。如果说呢您喜欢吃水果，而特别的是呢，您对于樱桃啦，或者是呢蜜苹果啦、富士蜜苹果啦，或是蜜柑啦，又或者呢是荆棘，这个荆棘它真的皮很薄。我想要把皮的部分撕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真的皮很薄，这很难撕你看它的皮其实就粘在果肉上面，基本上好甜哦，我的天哪，根本就不酸。我本来以为会是酸酸甜甜，它不酸连苦的味道都没有，好厉害，真的好厉害！希望大家呢有需要的朋友直接上我们脸书上面，或者呢是上我们这个 YouTube 上面的聊天室，直接来点购，就是水果郎，然后跟我们新闻大白话还有时尚玩家购物网这一次的合作，满1300就可以直接输入2024现折168，年节前可以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来直接跟我们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需求，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呢，都欢迎留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我们会有小编来回复您。好，特别是这个柿饼，这送人很好看，跟我的手掌一般大。如果呢是这一次买的话，这一批它会比这一颗还要来的大颗，就等于会比我的手掌还要来的大颗。希望大家呢能够好好的来参观选购一下。再一次感谢大家，也谢谢亮哥。在新年期间呢，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顺利，一切发大财。好，感谢亮哥，谢谢大家，我们下一周再见了，拜拜。